公元280年那个冬天，司马炎站在洛阳城头，俯瞰刚刚投降的东吴将表。那一刻，他是全天下最爽的男人。爷爷司马懿老死了诸葛亮，伯父司马师废了皇帝，老爹司马昭捅死了皇帝。3代人把脏活累活全干完了，这颗熟透了的桃子，最后稳稳落进司马炎手里。必须说清楚，这个开局有多逆天，对手全灭，魏蜀吴3国的英雄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没一个能打的。资源满格，天下统一，国库充盈，全天下的豪门世家都跟他穿同一条裤子。这要是放在游戏里，妥妥的神级账号，满级装备，无敌开局。下一步应该是开创大汉之后第2个伟大盛世。但司马炎这位 CEO 做了一个让后世瞠目结舌的决定，躺平。而且是带头躺平，还顺手举办了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最荒诞的炫富大赛。资治通鉴里有一个段子流传了1700年，叫羊车忘性。司马炎的后宫超过1万名女人，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今晚该去哪儿睡。于是他发明了一套选妃方法，坐上羊拉的小车，羊走到哪个妃子门口，就在哪儿过夜。后宫的女人们立刻悟了，与其研究怎么打扮自己，不如研究羊的习性，往门口插竹枝，撒盐粒，因为羊爱啃竹叶，爱舔咸味。这一幕表面荒唐，魅力恐怖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皇帝带头比烂，底下的顶级门阀世家玩得更花。这里必须请出2位大晋的合伙人，一个是皇亲国戚王凯，一个是当时的民间首富石崇。这2人的斗富故事堪称《资治通鉴》里的黑色喜剧巅峰。王凯家里洗锅用糖水，石崇听了冷笑一声：“我家烧火从来不用柴，用蜡烛。”王凯从皇帝那里借来一棵2尺高的红珊瑚树，摆出来请客人观赏，得意洋洋。石崇看都没多看，拿起铁如意啪的砸得粉碎。王凯惊了：“你赔我？”石崇笑了笑，让人回家搬来一堆珊瑚树，3尺的4尺的排成一排，随便挑。朋友们，读到这里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很爽，像极了现在某些爽文里的打脸剧情？但司马光在写这一段的时候，心在滴血。他看到的不是什么有钱任性，他看到的是统治阶级的癌变。这群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人，价值观已经彻底烂透了。他们不以报效社稷为荣，反以挥霍无度为时尚；不以勤政爱民为德，反以荒淫堕落为风流。这就像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，司机和副驾不仅在喝大酒，还在比赛谁敢闭眼开车。结局只有一个：车毁人亡。如果说奢靡只是让这辆大巴偏了方向，那么接下来司马炎亲手干的那件事，就是把叉车篇车底拆掉了。这件事叫分封诸王。司马炎觉得曹魏之所以灭亡，是因为皇室太单薄，没有自家人撑腰。于是他一口气封了27个司马家的王爷，集兵给地，让他们去各地镇守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精心挑选了一个接班人，一个名字也许不那么响亮，但那句话人人皆知的太子司马衷。有一年大旱，百姓饿殍遍野，大臣们急着上报。司马衷皱着眉头，一脸天真地问出了那句千古名言：百姓无粟米充饥，何不食肉糜？没有饭吃，为什么不喝肉粥呢？很多人笑他蠢，但我觉得这不好笑，这很恐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统治阶级和底层社会已经彻底物理隔绝了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肉粥是最低档的东西，连肉粥都喝不上，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。一个智力残缺的皇帝坐在权力的火山口上，周围是手握重兵、野心勃勃的叔叔伯伯，史称八王，外围是虎视眈眈、等待时机的游牧民族，史称五胡。这哪里是国家？这分明是一个堆满炸药桶的仓库，而司马衷手里握着的正是那唯一的打火机。点燃这根引信的不是别人，
是司马衷的老婆，那位史书上赫赫有名的丑后贾南风。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女人不少，吕后够狠，武则天够强，但贾南风是纯粹的恶。她因为嫉妒，亲手谋杀了太子，理由只是太子不是她亲生的。这一刀捅穿了西晋最后那块遮羞布。那些原本想反又不敢反的王爷们一看，好家伙，皇后都敢杀太子，这是天子的造反理由。于是八王之乱爆发了。这不只是一场宫廷政变，这是一场自杀式的内战。今天你打进洛阳，明天我杀进长安，打来打去没有赢家。更绝的是，这些王爷为了打赢自己的兄弟，开始干一件史上最愚蠢的事，招募胡人雇佣兵。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羯人，只要帮我砍掉我不爽的那个叔叔，钱、地、官职随便要。这就像两兄弟打架，大哥把门打开，醒来一群强盗帮忙。强盗忙帮完了，环顾四周，这房子不错，我不想走了，怎么办？故事的最后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悲剧。曾经在金谷园里斗富的石崇被拖到菜市口斩首。临死前他说，杀我的人不过是图我的钱财。刽子手冷能回了一句，早知道是为了钱，为何不早点散财做善事。曾经高高在上的晋怀帝被匈奴人俘捕，穿着青衣给人针灸，最后被毒死。公元316年，西晋灭亡。中原大地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、陕西一带彻底沦陷，汉族百姓遭到屠杀，幸存者拖家带口跨过长江，仓皇难逃，史称衣冠南渡。西晋就像一颗绚烂的烟花，只有37年的统一，然后是长达300年的大分裂。司马光在写这一章时充满了愤怒，他想告诉我们，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精英阶层是怎样把一手神级好牌打得稀烂的。但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里，绝望里总藏着希望。当旧贵族在战乱中死绝，新的力量正在崛起。南方有人试图用宽容重建秩序，北方那些被称为野蛮人的族群正在开始思考如何建立文明。如果你穿越成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，你会绝望透顶。没兵、没钱、没地盘，带着一群北方来的难民贵族跑到了南方土著江东大族的地盘上。顾家、陆家看你的眼神就像看一群要饭的，你们北方打仗打输了，跑我们这儿蹭饭。这时候你要是学秦始皇搞中央集权，分分钟被人灭掉。这时候一个绝顶聪明的男人站了出来，王导。王导给司马睿出了一个主意，这个主意构成了东晋100年的政治底基，那就是著名的王与马，共天下。什么意思？皇帝司马家只当吉祥物，实际权力、官职、土地统统切蛋糕分给王家、谢家、桓家这些世家大族。很多人觉得这皇帝当得太憋屈，但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视角里，这是极度脆弱时刻的最高明妥协。你若还在那个时候死撑什么皇权尊严，汉族政权早就彻底完了。王导用一种镇之以静，我不折腾，大家随意的管理哲学，愣是把这个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稳住了。靠着这种和稀泥的策略，东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。但该来的总会来。公元383年，北方最强的那个男人前秦皇帝苻坚统一北方之后，带着80万大军，号称头鞭断流，杀气腾腾的南下，要一波推平东晋。东晋有多少人？仅仅8万到10万。80万对8万，10比1，这是送死局。东晋朝廷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只有一个人在淡定地下围棋，谢家的掌门人谢安。《资治通鉴》写这段极有画面感，前线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来，谢安看都不看，继续唠子。客人急得要跳脚，谢安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小儿被大破贼矣。”孩子们把强盗打跑了。你以为他在装吗？不，他在打一场心理战。谢安知道，这时候若连他也慌了神，这8万人瞬间就会崩溃。
他必须演出一种我已经赢定了的气场。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。战斗过程我不细说，但有一个细节必须讲，因为这个细节里藏着文化的力量。两军在淝水两岸对峙，东晋将领谢玄对苻坚喊话：你们往后退一点，腾出地方来，让我们渡河，跟你们决一死战。按理说谁退谁是傻子，半渡而击多好。但苻坚太自信了，他想我就退一点，等你们渡到一半，再杀个片甲不留。于是前秦下令后退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东晋这边有人扯开嗓子大喊：秦军败了！秦军败了！这一嗓子就像在充满火药味的仓库里扔了个烟头。哪怕是谣言，在极度紧张的战场上也会变成事实。后面的士兵不知道前面为什么在撤，以为真的败了，转身就跑，引发了著名的踩踏。几十万人自相践踏，死者遍野。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都出自这里。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？不是8万打赢了80万，而是有序打赢了无序。东晋虽弱，但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保卫家园，守护文化认同而战。前秦虽强，但这80万人里很多是抓来的壮丁，多民族拼凑，人心失散的。谢安赢在定力，苻坚输在傲慢。淝水之战给南方续了很长的命，但历史的车轮继续往前滚到了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。这里我们必须讲一个最令人唏嘘的皇帝梁武帝萧衍。看他的前半生，简直是完人，博学多才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勤政爱民，甚至规定老百姓可以直接去宫门口告御状。在位48年，是南朝最繁荣的时期。但他有一个致命的邦格信佛，而且信到走火入魔。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家当和尚的皇帝，而且不是一次，是3次跑到同泰寺剃度出家。大臣们没有办法，每次都得凑钱，用巨款把他从佛祖那里赎回来。他下令全国不许杀生，祭祀祖先不能用牛羊，只能用蔬菜或面捏的替代品。他特别仁慈，看到死刑犯就落泪，舍不得签行刑令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仁慈是美德，但作为统治者，无原则的仁慈就是在犯罪。因为他的仁慈，他接纳了一个从北方来投奔的叛将侯景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侯景是个反骨子，留不得。梁武帝说：没事，我用佛法感化他。结果侯景之乱爆发，侯景带着几千人就把皇宫团团围住，那个曾经繁华的健康城变成了人间地狱。最讽刺的一幕来了，86岁的梁武帝被侯景困在台城，饿得头晕眼花，想要一口蜂蜜水。看守冷冷地说：没有。这位统治南方半个世纪，自称屠洒皇帝的天子，最后活活饿死在自己的皇宫里。他死后，南朝彻底衰落。那个曾经保住了中华文明火种的南方，在无休止的内斗和虚伪的仁义中，耗尽了最后一点元气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回顾一下西晋的奢靡，让我们看到了富而无礼的可怕；东晋的偏安，让我们看到了入而有术的生存；梁武帝，让我们看到了仁而无断的悲剧。如果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南方政权虽然精致、有文化、有钱，但始终缺乏一种东西——硬核的组织力。他们太聪明了，太会算计了，太讲门第了。每个人都在为家族打算，没人真正愿意为国家拼命。而与此同时，在那个被汉人看不起的北方，被称为野蛮人的族群中间，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基因突变。北方在干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吃鸡游戏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5个主要少数民族轮番上阵，今天你称帝，明天我屠城。这里我不列那些复杂的国号，只讲一个细节，你就知道有多恐怖。后赵皇帝石虎
这个人简直是人间魔头，征调了北方几十万汉人修宫殿，不想去的杀，想逃跑的杀。他死的时候，整个北方白骨露野，汉族人口锐减到了接近灭绝的边缘。那时候生活在北方的汉人只有2条路，一是死，二是躲进物堡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祝家庄那样的土围子割据自保。这看起来是个彻底死局。但这群野蛮人里出了一个异类鲜卑族，他们建立的朝代叫北魏。就在所有人都忙着杀人的时候，北魏的皇帝在思考一个终极问题：我们能在马背上打天下，但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？答案是不能。继续杀下去，鲜卑人自己迟早也会被杀光。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惊人、最彻底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决绝的一次改革开始了。主角登场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。这个人的狠不是对敌人，而是对自己人。公元493年，他宣布要南下打南朝，统一中国。大臣们一听纷纷响应。但实际上孝文帝是借着打仗的名义强行迁都，把首都从苦寒的大同搬到了洛阳，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。到了洛阳，大臣们不想走了，也不想打仗了。孝文帝说：行，不打可以，但我们要在这里定居，而且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这几个条件就是著名的全盘汉化，脱掉胡服换汉服，谁敢穿皮袄上朝直接罢免，不说鲜卑话说汉语，30岁以下的官员再说一句鲜卑话就降职，改汉姓，皇室拓跋改为元，部六姑改为陆，独姑保留，通婚，鲜卑贵族必须娶汉族高门大姓的女儿。在当时的鲜卑贵族眼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数典忘祖，这是让我们灭种了。反对声浪大到什么程度？连孝文帝的亲生太子元询都受不了，觉得汉服别扭，汉语太难，想偷偷溜回北方老家。孝文帝怎么做的？他亲自下令赐死太子。为了改革，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这种决心震慑了所有人。鲜卑人彻底抛弃了旧壳，融入了汉文化的血液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，这是极其悲壮的一幕。鲜卑作为一个民族，在历史上消失了，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，它获得了永生。它把草原的武力基因注入了汉文明的制度躯体里。这就是后来隋唐盛世的源代码。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西魏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，诞生了一个统治中国300年的超级政治天团。陈寅恪先生给这个集团起了个名字——关陇集团。他的雏形源于一个叫宇文泰的人。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，手里兵不多，为了对抗东边的强敌，他发明了一种制度——府兵制。简单说就是当兵光荣，全家免税。他把汉人豪强和鲜卑武将结合起来，分封了八柱国8个顶级的战将。这8个人有多牛？我们来看这份名单，你会吓出一身冷汗。李虎，他的孙子叫李世民，唐朝皇帝；李泌，他的曾孙叫李密瓦，刚窄带头大哥；杨忠，他的儿子叫杨坚，隋朝开国皇帝；独孤信，这位另说，待会儿单独讲。看懂了吗？后来的隋朝、唐朝其实都是这个关陇集团内部的家务事。杨坚夺了北周的天下，是外公抢了外孙的皇位；李渊夺了隋朝的天下，是表哥抢了表弟的皇位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，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？隋唐的辉煌，早在宇文泰建立这个军政合一的精英集团时，就已经写好了剧本。说到独孤信，这里有个八卦，但这个八卦关乎国运。独孤信8柱国之一，号称当时天下第一帅哥，侧帽风流。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特殊，是因为他极其会生女儿。他有3个女儿，分别嫁给了3个朝代的皇帝。大女儿嫁给北周明帝，成为北周皇后；妻女儿嫁给杨坚，
就是后来著名的独孤伽罗皇后，隋朝国母。四女儿嫁给李炳，生了个儿子叫李渊，大唐开国皇帝。如果你是独孤信，过年发红包是什么心情？大女婿是皇帝，新女婿是皇帝，外孙是皇帝，3个朝代都流着独孤家的血。这不仅仅是命好，这说明当时胡汉融合已经到了一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深度。无论是杨家的弘农杨氏，还是李家的陇西李氏，都必须通过与鲜卑贵族联姻来巩固政治地位。这种混血基因造就了后来的唐朝皇室，既有汉文化的深沉与谋略，又有草原民族的开放与彪悍。所以李世民才敢选午门杀兄逼父，武则天才能登基称帝。好了，北方的故事线也清晰了。经过200多年的大乱斗，北方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系统升级。软件是汉文明的制度，如家家官僚体系；硬件是游牧民族的武力府兵制加关陇集团。这台超级机器组装完毕，它的名字叫隋，驾驶员叫杨坚。他即将发动引擎南下，灭掉那个还在唱后庭花的陈朝，结束长达400年的大分裂。公元589年，隋朝军队渡过长江，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政权臣。那个写下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，带着2个宠妃躲进枯井里，被隋军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。至此，分裂了近300年的中国终于统一了。大家都以为隋文帝杨坚应该是个霸气侧漏的人吧？完全不是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杨坚的人设非常奇葩。第一，他老婆出了名的妻管严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就是独孤信的妻女儿，绝不允许他碰别的女人。有一次，杨坚趁皇后上朝，偷偷宠幸了一个宫女。独孤皇后趁他还在朝上，直接把那宫女杀了。杨坚气得离家出走，跑进山里大哭：我堂堂皇帝一点尊严都没有。第二，抠门，对自己抠，对大臣抠，对百姓也抠。他发明的粮仓储粮50年都不腐坏，但他舍不得给老百姓吃，甚至舍不得发给守边疆的将士。但他是个顶级的管理者，就靠这种近乎变态的节俭和严谨，他迅速恢复了国力。隋朝人口激增，仓库里的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巨大的隐患出现了：谁来接班？杨坚的大儿子杨勇喜欢奢侈，喜欢女人，活得像个正常人。杨坚不喜欢，觉得他不像自己。而儿子杨广看准了老爹的心理，开始了一场奥斯卡级别的表演。杨广装节俭，故意把琴弦弄断，把衣服穿旧，在老爹面前晃来晃去。装专一，知道老妈独孤皇后最痛恨嫉妒，就把府里的美人全部换成又老又丑的佣人，只跟正妻萧妃生孩子。庄礼贤下士，见到大臣的车驾都要停轿行礼。杨坚和独孤皇后感动坏了，这孩子太像咱们了，这才是大隋的未来啊！于是废了太子杨勇，立杨广为储君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这里给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：大伪是真，杨广不是坏，他是城府深不见底。这种深不见底的城府，让他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他那对精明的父母。等到杨坚病重，隐约察觉杨广图谋不轨时，一切已经太晚了。史书里有个恐怖的传闻，杨坚临死之时，杨广就在隔壁。没人知道杨坚究竟是寿终正寝，还是另有原因。不管怎样，公元604年，杨广登基，面具终于可以摘下来了。杨广一上台，立刻从省钱模式切换到烧钱模式。他干了3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：一、修东都洛阳，每月征调民夫200万；二、修长城，累死之人数不胜数；三、开凿大运河，沟通南北，全长2700公里。很多人骂他修运河是为了去扬州看美女，这是地摊文学的误读。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视角里，
杨广修运河的逻辑非常硬核。经济上，北方经过几百年战乱已经打烂了，南方江南却富得流油，他必须打通一条水上动脉，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，供养军队和京城。政治上，关陇集团的势力太大，他要控制南方，必须有一条直达的水上高速公路。这件事功在千秋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大运河。但问题在于罪在当代。杨广的问题不在于做什么，而在于太急。他把爷爷辈、父辈、儿孙辈要干的100年工程压缩进了10年，甚至连科举制这项改变中国2000年的伟大发明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。为什么要科举？不是为了公平，是为了强权。杨广受够了关陇贵族的把持，他要通过考试选拔寒门子弟，把权力重新收回皇帝手里。如果杨广能多活20年，并且慢下来，他也许真的是千古一帝。但他停不下来。压垮大隋的最后那根稻草叫高句丽。杨广为什么死磕高句丽？因为他不允许在他的天朝体系里存在一个不听话的小弟，而且征伐高句丽还能顺手消耗国内那些不服气的贵族兵力。于是他发动了3次远征，第一次出兵113万，后勤民夫200万，哪怕放在今天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超级兵团，结果惨败。不是打不过，而是杨广在后方遥控指挥前线将领，连发起进攻都要写奏书等批复。等恢复来了，战机早就没了。他不服，接着打。第2次、第3次，国内终于炸锅了，男人全被抓去当兵、当民夫，死在辽东黑土地上。山东爆发了王勃起义，那首著名的吴向辽东浪子歌别取辽东白白送死传遍了天下。就连杨广的亲信礼部尚书杨玄感也反了。大隋的崩塌不是像西晋那样慢慢腐烂的，而是像一颗狂跳的心脏突然血管爆裂。故事的结局有一种荒诞的美学。公元618年，杨广躲在江都扬州，北方全是义军李密、李渊、窦建德。他回不去了，他也知道自己完了。他每天对着镜子，摸着自己的脖子，对萧皇后说，这么好的一颗头，不知道会便宜谁。他猜到了开头，没猜到结局。杀他的不是农民军，不是李渊，而是他最信任的禁卫军。带头造反的是他宠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。叛军冲进宫殿时，杨广还维持着最后的尊严。他说，我是天子，岂能以刀刃加身？给我一杯鸩酒。叛军说，没有。杨广解下自己的腰带，让叛军将他勒死。这一年他50岁。大隋20而亡，享国37年。隋朝是一个悲剧的早产，他就像一个极其勤奋的包工头，哪怕累死了，也把地基打好了，墙砌好了，运河挖通了，制度建好了，然后他倒下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叫李渊的人，杨广的表哥，带着儿子李世民走进了这所装修好的房子，换了一块牌匾，把隋改成唐，稍作修补，休养生息。一个伟大的盛世就这么诞生了。历史最大的讽刺就在这里，唐太宗李世民所有的贞观之治，本质上都是在消费杨广留下的遗产。唐朝的制度是隋朝定的，唐朝的粮食是隋朝存的，唐朝的运河是隋朝修的。李世民比杨广聪明在哪里？他一辈子都被杨广的鬼魂缠绕，每天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像那个表叔那样急。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大隋留下的这艘巨轮，开创了贞观之治。中国进入了长达100年的超级稳定期。但历史的诅咒并没有消失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当时间来到100年后，李世民的重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登场。这时候大唐已经富得流油，没人记得杨广的教训，也没人记得创业的艰难。盛世往往是裹着糖衣的毒药。
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选一个最令人扼腕叹息的皇帝，那就是李隆基。如果他死在50岁，他就是千古一帝，连李世民都要靠边站。他在位的前半段叫开元盛世，那时候的大唐有多富？杜甫写过：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司仓廪俱丰实。老百姓家里不需要锁门，因为没人偷东西；去外地旅行不需要带干粮，因为到处都有人请客。李隆基这人简直是全才皇帝的顶配。懂音乐，他是梨园祖师爷，能亲自作曲，指挥数万人的乐团，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手笔。懂政治，他重用姚崇、宋璟等顶级宰相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懂军事，他把大唐的疆域推进到中亚，万邦来朝。但就像所有恐怖片的开头，当一切看起来太完美的时候，鬼就要出来了。这个鬼是时间。李隆基活得太久了，在位44年。当一个英明的皇帝变成了一个倦怠的老人，他最怕的不再是饥荒和战乱，而是无聊。在那个著名的胖子安禄山出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讲一个极其关键的制度问题：兵制。还记得之前的关陇集团和府兵制吗？那个平时种地、战时打仗、全家免税的制度，曾是大唐无敌的根基。但到了李隆基这一代，这个制度崩了。为什么？人口太多，地不够分了，老百姓没有的就不愿意当府兵。没人当兵怎么办？花钱雇募兵制。这听起来没问题，但在《资治通鉴》看来，这是一个致命的帮。府兵听谁的？听国家的，因为地是国家给的。雇佣兵听谁的？听给钱的那个将军，也就是节度使的。于是一种新的怪物诞生了，节度使。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将领，而是拥有财政权、行政权、军权的土皇帝。而此时的李隆基在干什么？他在杨贵妃的温柔乡里沉醉，他在看霓裳羽衣曲的彩排。他觉得外面的事交给能干的节度使就行了。如果说制度是干柴，那点火的人就是宰相李林甫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李林甫是奸臣里面的顶级玩家，绝招叫口蜜腹剑，嘴上甜如蜜，肚子里藏着杀你的刀。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置，定下了一个可怕的规矩，绝对不能让汉族将领当节度使。为什么？因为汉族将领立了军功，会回朝廷当宰相，威胁他的地位。那用谁？用胡人。他对李隆基说，胡人没文化，不懂政治，只知道打仗，最听话，最适合当看门狗。李隆基一听，有道理，准了。于是安禄山、史思明、哥舒翰这些原本处于边缘的胡人将领，迅速掌握了大唐最精锐的部队，其中最强的一个就是安禄山，一个人身兼3镇节度使，范阳、平卢、河东，手握大唐40%的兵力。而李隆基还在皇宫里把他当成一个会跳胡旋舞的可爱胖子，甚至让杨贵妃收他当干儿子。这哪里是干儿子，这是养在卧室里的一只老虎。公元755年冬天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，打得旗号是兴军策。驻杨国中很多人以为大唐军队会像以前一样轻松灭掉叛军，结果却是于羊皮鼓动等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大军一路南下，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了大唐的防线。为什么？内地承平日久，几十年没打仗了，那些守城的士兵看到安禄山的狼骑，腿都吓软了。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，李隆基听说安禄山反了，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，他是我的乖儿子。等确认是真的，他慌了神，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和皇子皇孙连夜出逃，仓皇离开了长安。这一跑标志着盛唐的终结。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城被叛军洗劫一空，李白的诗、杜甫的酒、张旭的草书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。在逃亡路上走到马嵬坡，
护送皇帝的禁卫军不走了。大家又饿又累，看着前面还在吃香喝辣的宰相杨国忠，怒火中烧。士兵们包围了他，杀了杨国忠，把他的头挂在驿站门口。但这还不够，带头的将军陈玄礼对李隆基说：“祸根还在。”李隆基装傻：“杨国忠不是死了吗？”将军指了指皇帝身后的帐篷，里面躲着杨贵妃。士兵们的逻辑很简单：你是皇帝，我们不敢动你，但你宠信奸臣，荒废朝政，必须有人来买这个单。这个单只能由你最爱的女人来付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里最残忍的一笔。72岁的李隆基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，在这一刻只是一个为了活命而抛弃妻子的懦夫。他掩面而泣，挥了挥手。杨贵妃被高力士勒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，死的时候她38岁。士兵们看到贵妃的尸体，终于满意了，高呼万岁，继续护送皇帝上路。你看，这就是权力的代价。当权力失控，没有任何温情可言，哪怕是在天愿做比翼鸟的誓言，在兵变的刀尖面前，也只是一个用来平息愤怒的祭品。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了，靠的是借回河兵和郭子仪的苦苦支撑。但大唐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断了，从此以后，大唐变成了一个植物人。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兵，只能靠各地节度使给面子。宦官开始掌权，因为皇帝不再信任武将和文官，老百姓流离失所。杜甫写下了字字泣血的三吏三别，接下来的150年，大唐就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苟延残喘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朱温的流氓彻底拔掉了他的氧气管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朱温是恶的集大成者。他不是曹操那种奸雄，他是纯粹的流氓。他原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小弟，后来投降唐朝，反过来屠杀以前的兄弟。他杀人如麻，把活人当军粮。他荒淫无度，连儿媳妇都不放过。但他有一个特质，狠。在那个谁拳头大谁说话的时代，流氓往往活得最好。公元904年，朱温觉得唐昭宗不听话，派人把皇帝直接杀了。杀了皇帝还不够，他觉得朝廷里那些自命清高的贵族太碍眼。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白马驿之祸发生了。朱温的谋士李真是个考不上科举的落第秀才，对那些名门望族恨之入骨。他对朱温说，这些大官自称清流，一辈子看不起咱们，今天不如把他们杀光，扔进黄河，让他们变成浊流。朱温一听，好主意。于是在白马驿，30多位大唐最顶级的宰相、高官裴叔、独孤损、崔远被集体处决，尸体扔进了滚滚黄河。这标志着什么？标志着从东汉以来统治中国近800年的氏族门阀体系彻底灭亡了。还记得第1章讲的王家、谢家，第3章讲的关陇集团、独孤家吗？在这一刻，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被这个流氓时代冲进了下水道。从此以后，中国再无贵族，剩下的只有2种人：拿刀的军阀和种地的百姓。大唐灭亡之后，中国进入5代十国，这53年就像按了一个快进键。中原换了5个朝代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换了13个皇帝，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4年。为什么换得这么快？因为这个时代的逻辑变了。5代有个军阀安重荣说出了一句千古至理：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，宁有种也。只要我兵强马壮，我就能当皇帝，还要什么协同？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巅峰。谁有兵谁造反，儿子杀老子，弟弟杀哥哥，大臣杀皇帝。石敬瑭引契丹人入关灭后唐，老百姓呢，就像草芥一样，军队走到哪儿抢到哪儿，没粮食就吃人。这在5代史书里屡见不鲜。这是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地狱。
司马光写到这里，底间都在颤抖。他不只是在记录历史，他在问：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杀下去吗？谁能来终结这个恶性循环？终于，救世主来了，但他靠的不是杀人，而是做局。他叫赵匡胤。公元960年正月初一，听说契丹人打过来了，其实是假情报。赵匡胤带着禁军出征，走到陈桥驿，大家喝了酒。第二天醒来，赵匡胤发现自己身上被披了一件黄袍，手下兄弟们拿着刀喊：点检做天子，点检做天子。这就是陈桥兵变。大家都懂，这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，但他牛就牛在不流血。他进京城，下令军队不许抢劫，不许杀前朝皇室柴家。老百姓本来都准备逃难了，结果发现，咦，这回怎么没杀人？但赵匡胤心里清楚，我今天靠兵变上台，明天我的手下也会学我，把黄袍披在别人身上。这个死循环必须在我这里终结。赵匡胤没有像朱温那样大杀功臣，也没有像刘邦那样设鸿门宴，他搞了一个史上最高端的局杯酒释兵权。建隆2年的一个晚宴，赵匡胤请石守信等几个拜把子兄弟喝酒，喝到一半，他开始叹气，做皇帝太难了，睡不好觉，天天怕被人杀。兄弟们吓坏了，大哥，谁敢杀你？赵匡胤说，你们虽然不想，但你们的手下要是贪图富贵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想不干也不行啊。兄弟们跪在地上磕头，陛下救命。赵匡胤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，人生苦短，不如多积点钱，买房买地留给子孙，天天喝酒看歌舞不好吗？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疑，这才是双赢。第二天，所有大将集体交出兵权，告老还乡。赵匡胤兑现承诺，给了他们巨额财富，甚至与他们结为亲家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权力的交接，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转型。赵匡胤用钱买断了武将的政治野心。从此，宋朝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。中国历史从武人政治谁拳头硬听谁的，转向了文人政治谁读书多听谁的。虽然这导致了宋朝军事上的积弱，总是挨打，但它彻底终结了那种每隔几年就换皇帝，杀得血流成河的内乱模式。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种地做生意了，这就是文明的胜利。资治通鉴写到公元960年，也就是五代结束，戛然而止。为什么不写宋朝？因为司马光是宋朝人，当朝的事不能写，也不敢写。但他把这部书献给宋神宗的时候，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。陛下，您看这1300多年的历史，从三家分晋的礼崩乐坏，到汉唐盛世的辉煌，再到五代十国的地狱。历史就像一个回旋镖，凡是修德行善、守规矩、爱百姓的朝代，虽然也会灭亡，但那是寿终正寝；凡是玩弄权术、坏乱规矩、暴虐无道的朝代，如秦、如隋、如五代，死的都很快，而且死得极惨。司马光最后送给我们每一个读者的，其实只有8个字：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。我们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不是为了学那些阴谋诡计，而是为了在看透了人性的黑暗之后，依然选择相信规则，相信文明，相信善良的力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的《资治通鉴》旅程全部结束了。这40分钟，我们跨越了1300年。如果你听完觉得意犹未尽，甚至脊背有点发凉，那就对了，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。我不负责让你爽，我只负责让你醒。所以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穿越回西晋初年，你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司马家族王爷，面对身边越来越奢靡腐烂的朝廷，你会选择同流合污，还是像苻坚、像孝文帝那样做出改变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拆解历史的方式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一期
我将带你彻底看清隋唐盛世背后那个更残酷、更真实的系统真相。